Hello， 大家好。前段时间呢，我们终于开通了会员专属节目啊。那之前的会员抢先看我们就不再做了，因为我们觉得不足以表示对我们会员朋友们的感谢。会员专属节目呢，主要就是我和富贵儿挑选一些比较小众啊或者劲爆的话题来聊天。当然以后也会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和我们深度探讨这些问题。目前为止呢，我们的会员频道上传了2期内容，反响还不错。有很多会员朋友说，哎呀，这聊的话题还不错，为什么不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呢？我们综合了大家的建议呢，决定不定期的放送1期会员专属影片到公共平台，这样呢，不是会员的朋友看到我们会员专属影片，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会员影片的第1期哦。我们准备以我们网不红的身份聊一聊网红这个话题，观点只代表我们个人，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一起来讨论。没有对错哈，就是纯聊天，是吧？网不红，网不红，网不红，我就是网不红。说说网不红跟网红怎么回事？我来说说我为什么网不红，不会起名字，不会抓热点，不会搞噱头，这是我的问题。但是呢，你要是真的是会抓热点，会搞噱头，就存在了标题党的这种问题，就是我觉得是欺骗我的观众，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天天都是惊心动魄的事儿。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有些平台上的一些网红啊，拍的其实并不好，然后也都是就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但是人家就能把这个话题给抻得很大，起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名字。你觉得这个网红这个词儿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它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先不说它是褒义词贬义词，我很怕别人叫我网红，虽然我还没有那么红哈，我很怕别人叫我网红，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我内心深处，这就是个贬义词。因为现在的网红门槛低，谁都可能当网红，有一个热点出来，或者有一个什么视频出来能爆，他就能红，并不见得说他有多大的才华，或者是多少的东西可以分享。所以你认为网红是贬义词，或者说贬义的成分多一些？我觉得在我内心当中，内心深处肯定是有这么一层感觉的。要不咱俩来？你也这么觉得的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嘿，你也这么觉得是个贬义吗？就我从开始有这个词儿开始，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它是个贬义成分偏多的一个，就是贬义词。你从最初就这么认为吗？为什么？这个词儿应该也就是近10年吧，或者10几年出来这个网红这个词儿。对，我最早就是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是，我记得挺清楚，就是以前拍这个也包括现在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拍个电影啊，拍个电视剧，你那边的演员副导演会把这个所有的演员角色会挂在墙上，在他办公室上，剧组临时这个酒店是个办公室，他会把所有的这个照片都贴在墙上。那比如说张三由李四来演，李四由王五来演，就是都是一个照片配一个剧中的名字跟一个后边的这个真实的人的名字。但总会有那么2、3张照片写上，比如说剧中的角色叫王五，扮演者网红，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是他其实是把这个网红当做了一个标签贴在墙上了。对，就是说他的名字这自己真实，他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他可以今天是 A 网红，可以是 B 网红，可以是 C 网红，可以是任何网红都行，只要这个人是网红，是个网红就可以了。那所以其实他当不把他名字挂在上面的时候，他本身他就是有一个贬义的成分在里边，就是说他的这个网红这个标签要大于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所以就是网红的这个标签的意义就是你可以没有名字，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就是你是网红嘛。那其实我原来跟好多就是朋友啊什么的，有时候咱们聊天聊过，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词。首先你看现在这么多网红景点、网红打卡地，你说它当成为网红景点或者是网红打卡地，它一定是后形成的，就是因为某一个地方它这个去的人多了，网络宣传多了，
它都是一个商业行为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一个东西。你不能说长城它是网红景点吧，它不是；故宫你说它是网红景点吗？它也不是。你说这个阿里山它是网红景点吗？它不是，它就是一个传统的景点。黄石它不叫网红景点，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一个旅游景点，对不对？你记得咱们6月份在首尔的时候，咱们去林荫路后边林荫路不是落魄了吗？然后咱们去后边那条街，说去转转，结果咱们正好碰到一个这个是咖啡厅吧还是什么？啊，上面有那个什么珍妮的一个大象，不，那个底下是一个商店，上面有一个它的大象，旁边不是有个咖啡厅嘛？然后一帮人拿着自拍杆，直播的直播，照相的照相。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它不是有一个窗户嘛？然后有人就坐在窗户上，然后照相。但那些不一定是网红啊。不，他们不是网红，但它是个网红打卡地吧，叫是。但是你说那种咖啡厅，就你想去喝杯咖啡，你可能都一看啊，就这样了，你就不会去了，因为全是拿着相机在那儿拍照的，全是在那儿直播的，你肯定就不会进去嘛。你一说网红打卡地，说咱们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暴露年龄了。我们可能不想要去那种地方，去照相，但是小朋友看了网红或者看了哪个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种我在这儿照的相，我在哪儿照的相，我就要照同款照片去同款景点儿。那你再说什么网红餐厅，然后什么网红推荐的餐厅，我觉得最有代表性、最印象最深的就是32号公馆，是不是？对，我们之前就是没有拍视频的时候，我们是看了一个就是在 Vegas 本地还挺有名的一个网红，但是中国人。那不是在本地吧？那应该好像是在，反正就北美这一片，他就来回串。是我们刚搬来 Vegas， 然后正好刷到他，看他那个视频就觉得哎呀真好吃真好吃，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就觉得还是米其林，然后那还挺贵的，然后就觉得还不如。就是洛杉矶梅州东坡，他还是一个北京人，因为北京人对烤鸭就是吃了好像就更会在意一些。那他就说，哎，这烤鸭多好吃多好吃，全美国都是最好吃的烤鸭，最后比不上的东西。那你明显的你一吃就觉得，哎呀，虚假宣传。对啊，你虚假宣传，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像吃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口味。酸菜白肉面，叔叔那个酸菜白肉面，我就觉得好吃，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太清淡了，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网红，我觉得现在的一个乱象就是带货、直播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好好说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网红怎么赚钱。我的主战场是 YouTube， 我为什么喜欢 YouTube 这个平台？因为它是可以直接流量兑现的，流量变现的。就是像我之前没有什么观众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好朋友啊每天就帮我多播几遍，就是增加点播放量，因为它这个播放量是直接变现的。当然自己朋友那点播放量其实根本就是凤毛麟角，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又说回来哈，这个播放量是可以买的，就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买的，是做假数据的。但是呢，这个假数据做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大家不要，如果想要做 YouTube 的话，不要去买这个假数据，因为你一看，你播放了比如说1万次，你底下只有1条留言或者2条留言，这肯定是假的嘛。如果你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赚钱的话 ，YouTube 最终它不会把这些假的数据、假的浏览量给你变现的，因为它这种假数据它都是好像。做的什么？它可以识别出来，它可以识别很清楚，就是你的有效，因为假数据，我跟你说，假数据的次数，假数据的订阅都是机器人订阅嘛，对，就是咔机器订阅，然后 YouTube 会每个月给你减的。它的所有的播放量是假的，就是它一点进去，可能不到10秒钟就退出来了，这就算一条播放量，它会显示在那个播放量上面，但是它对于 YouTube 来说，它能检测出来这是假的，所以就是这是题外话哈，题外话。就是说到这个 YouTube 直接变现，那其他很多的平台，包括 Instagram， 还有其他的抖音啊这些，流量变现非常非常少，除非你是那种头部的网红，就比如说几千万的粉丝，几个亿的浏览量，那样的播放量它是可以变现的。所以呢，就在这些平台上的网红，他想赚钱就只能接广告，最快的方式就是接广告，因为它的流量不变现，那他接广告就有可能造成无底线的接广告，因为想要赚钱。我觉得这个对于网红这件事情
中文和英文叫法，我觉得就奠定了它的这个褒义词、贬义词。像英文它是 influencer，influence 就是影响，我影响你 ，influencer 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嘛，或者是 content creator 就是内容创作者。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向的，但是像网红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带着一点些许的贬义词。最原始的网红的种类，是因为他是有某种才华，有特殊的才华，才让他在网络上红。你比如说一些作者，就是作家，他写了一个网络小说，因为就是以前的小说都是你要写了，你要在什么书刊上啊，或者说发表出版小说啊什么这东西。后来网络发达以后，变成了你写小说以后，你可以在网络上去发表，然后你的观看者会在网络上看你的这个小说。后来逐渐很多人现在其实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网络上来看这个小说，那自然大家看，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火爆的一个小说，它也就变成了一个很火爆的作者。那其实这种东西也叫网红，它其实是有一种特殊的才华。那还有网络歌曲呢？对啊，网络歌手也是啊。网络歌手，因为很多优秀的作词作曲者，就是他，因为你没有机会说我一上来我就出专辑，我就给某个人，或者我把作品去卖给某一个有名的歌手或者什么歌星什么的，他没有这个办法，他只能写出歌，他在网络上先发，慢慢网络上人认可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网络大家都认可的一个网络歌手，那就出来了。那我觉得这种人是统一，我们把它归咎成就是一个有特殊才华的。对，不管这个网络歌曲好不好听，至少它是有一技之长，对，它是有才华在的。你现在很多电视剧、电影不都是，你像《三体》不都是从网络小说开始火起来的吗？是不是？还有很多歌手不都是开始是网络歌手，后来慢慢的，什么那个什么兄弟叫什么那个刘宇宁叫什么那个摩登兄弟。对，摩登兄弟，他不也是开始就是网络歌手吗？后来慢慢就火起来了。那其实这部分人是有才华的，我觉得大部分网红那是靠搞怪作秀意外成名的，擦边儿。对，这部分人是占现在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网红这个东西它没有门槛啊，你谁都可以来在网络上发表东西啊。它最早期不都是靠暴露，说点东西，性暗示，不都靠这个去红的吗？现在还有啊。对啊，现在也有嘛这东西吧。那还我那天手贱搜了一下，我中老年人抖音，中老年人全都是擦边的。比现在年轻人擦边的还厉害，就是都去漠河舞厅呗。不，他们是真擦边，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完全就是正经的性暗示，那些动作都完全就是性暗示的一些。我就说现在、你说他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中啊？网络上啊，中老年60-70岁的老年人，就因为网红现在是一个。大家都想当的职业了，当成一个就是赚快钱的职业了，所以就感觉大家都已经没有底线，连60-70岁的就这种已经为老不尊的这些老年人都已经开始擦边了。我以为60-70岁的应该是比如说我讲健康、养生、科普，或者是比如说我怎么收纳，有太多中老年人擦边。那什么人在看呢？哇，60岁大妈就穿一个那种就是特别露的吊带，然后那个手我都不好意思，那个就是他那个手就是在他的胸这块就在那儿就他没有摸到他，但是他那个动作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动作。中老年男观众说：“妹妹呀，妹妹呀，就是让哥哥就是受不了了，就这种，哎呦我的妈呀，就这种，我看看中老年人的抖音。”视频也是挺刺激的，年轻人擦也就擦，小姑娘穿个超短裙扭也就罢了，没想到中老年人更厉害。我去年吧，我看了一个新闻，长春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它是在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5星酒店的东龙厅办了一个活动。电影节嘛，都是演员呐、导演呐、制片人呐，还有一些什么反正嘉宾吧，就大家都西装什么那种很正式的，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那种什么礼服啊，一个正规的事件。对，然后在2个月以后，同样是一张照片，同样在一个地方，拍的角度也是完全一样的，是办了一个网红的一个什么活动。然后你再看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那种头发都染着黄色的，染着什么红色的，然后什么那种大的那种特别夸张的耳环，男的都穿那种花的衣服，穿什么短裤、拖鞋。然后女的都是那种，女的也是暴露，
但是他那个暴露，你就觉得很低俗，就是很下三滥的暴露，你知道吗？对，就很低俗的暴露，化的妆也是那种大浓妆艳抹，然后再看这个坐姿，就是有什么翘着二郎腿的，然后腿叉着的什么的，就是各种坐姿。那两张照片摆在一起，你就一下就看出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这个素质的确是就是参差不齐哈。他既然能红，就说明他是有受众群的，他是有观众的。因为大部分的受众其实还是愿意有的时候就愿意看那些低俗的，就愿意看那些和他们水平差不多的。因为你成为了一个网红了，那其实你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我就想到一个什么词呢？就是我们在乌来铜锣的时候，那个吴宗林大师说过2个字分际。台湾人啊，因为在最古老一个道德的规范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每个人大概都会谨守一个分际啊，不会太过分。你说演员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经过他要上学，他要努力，他还要经历了从没有成名到成名这么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上学是在你不断的在补充你的知识，其实你说你上大学，真正你学的知识，你工作以后，你成人以后你能用多少？你根本就其实可能很少，甚至用不上。但是你的知识在丰富你自己，是把你自身的素养提高了，你的文化修养提高了。那也就是说，你让你心目中你的这个分际的这条线，你是在提高的。那你说一个网红，他一夜就成名了，他甚至都小学毕业，什么初中毕业，他哪有这个分际？他就是本身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没底线的人。你说让他爆红了以后，他变成公众人物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一个公众人物了。他哪有分际？哪有这个道德底？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就现在这个网红的身份造假，还有各种方面的造假。我原来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其实就是本科毕业，然后她现在也是做网红，然后呢就把她自己包装成了研究生毕业，她把自己包装的特别的牛逼。我就觉得这种事儿呢，就是有人买单，学历造假，身份造假，就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内容剧情造假。内容很多都是演的，对，大多都是演的。还有那些什么，就是为了带货为目的，就是比如说我到深山里，就前一段时间爆出来一个女的，我到深山里旅游，然后认识这么一个男的，一个小弟弟，然后就是成为好朋友嘛，然后就拍下来，怎么到最后就是为了卖他这个山里的这些货，但是其实并不是他们俩只是一个合同上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演的一个关系，并不是说我真的是去旅游，我认识了一传十，我认识到酸菜面叔叔，并不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山里人呗。他不是山里人，他就是被这个网红的经纪公司给签约，就给他弄了这么一套剧本，然后到最后卖这些山里的东西，但是山里的东西又是假的，又不是真山里的东西，你知道？所以呢，就是还是会有人去买单这个事儿，然后就学历造假、身份造假、内容造假，就各种造假，然后卖的东西又是假的。就造成整个大环境都很不好，然后但是呢，人家赚到钱了。内容造假这个是一方面，就像你刚才开始说的，你说比如这种标题造假，因为我是觉得你说这个标题造假，以前就是新闻啊，因为新闻都是那种就是夸大，特别是那种花边新闻，八卦新闻都是弄一种特别，你看那种以前香港买那个杂志，封面都是一个特别劲爆的，对，劲爆的一个话题，可能你翻开看进去没有那么劲爆，对，但是它还有个劲爆点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用在新闻文字上的东西是以前比较多的，后来慢慢发展成就是说你视频，你说现在很多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标题劲爆标题党，就是你劲爆了一个话题以后，你可能就是在视频里面只出现了1秒钟，但是你就把这一点给提炼出来，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劲爆的点来放在题目上去吸引。但是你这个就是欺骗观众嘛，你把观众是骗进去了。其实你说观众在看视频的时候，咱们就拿这个所有视频，包括抖音，包括什么这所有这些视频来讲，观众看的东西，观众是一种消费，他是花自己的时间来消费你的视频。我觉得你可以夸大一点没关系，可以夸大一点，但是想要赚钱的人不这么想，想要赚钱的人，我只要把你骗进来看。我管你我骗不骗你，但是你这我管你是不是真的呀？但是你说观众，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赚钱。不是，我点进去看了，我第一次被骗了，好，我觉得哎呀，你这么包提党啊，我被骗了。我第二次被骗了，
这不就跟狼来了故事是吗？等我第3次你再真的有劲爆式的时候，你等我就不看了。看了，还有另外成千上万的人过来看。是啊，这就是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嘛，赚钱我的目的达到了。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们拍东西有没有剧本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我们是完全没有剧本的，但是我们会在就是今天，比如说要去哪儿，我会定一个主题，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就围绕这个大方向呢去拍、去挖掘我想要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要了解的东西。我最近不是因为咱们参加那个比赛嘛，大家别忘了投票。对，大家别忘了投票，谢谢大家。我最近在网上就搜这个台湾这个比赛啊。我发现就是当时咱们不是因为那个 IP 地址，咱们不是在亚洲嘛，在美国嘛，那个走中奖，当时其实就很多人说走中奖，就是你们可以不参加呀什么的。但是我这次看到走中奖的入围作品已经出来了，你知道我入围作品，我就无意中点进几个看的，它大部分都是台湾的 YouTuber，但是我跟你讲，点进去看，我觉得拍的是好，对，咱们没参加就对了，咱们参加了就是炮灰，就是我觉得咱们的水平。真的，因为人家都是一个专业团队了。对，你看人家的剪辑，你看人家的那个，就他的题材不是随拍了，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台湾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真的是 YouTuber。你知道他们拍东西像综艺节目似的，他是有这个团队在做出来的东西是很优秀的。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事业，一个职业来对，一个职业了。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就是通过网络，就是这么多年以后，通过网络也是可以成名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想当网红。现在美国的就是职业规划，都是问小时候想干啥，长大了想干啥，都不是什么消防员呀什么这些了，都是网红，都是 YouTuber。因为不当飞行员了。像你刚才说的，你真要成名的话，你可能要经过反复的训练、反复的学习、反复的什么，你才有可能有朝一日变成演员或者变成歌手成名。那现在在网络上这么发达，就是你可以是低成本成名嘛。但是这就是让一些有才华的人有了一些出头之日，有一个出路。前几天看了一个 YouTube， 一个男的，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因为他一夜爆火，一夜这涨了多少？从没有粉丝，可能2000来个粉丝，一下涨到好像100万。就是这个男的，他去试用脱毛膏。这个视频的前几秒就是我来今天讲英文的一个亚裔男的，我今天来试这个脱毛膏，我现在已经把它涂在了我的菊花上面。下一秒就是镜头对着他的屁股，真的就是镜头对着他的菊花，然后他来擦那个就是脱毛膏，然后跟我们说这个脱毛膏真好用。真的，我当时就是真的是惊呆了，就当时真的就第10秒的时候，就是一个菊花就是在一个就镜头上，就这一个视频一下子一夜涨了好像100多万粉丝，你的商业价值就在了嘛，你就要开始接广告。就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看我的抖音说，哎呀，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开始1、2、3上链接，要卖货了，要怎么着？唉。不卖，我觉得这个我是不适合这个，我就觉得就是 YouTube 这种就是流量直接变现，如果有机会接广告的话，就是我赚个这种正经钱就行了。对，就是不要那种卖货。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因为你根本你也没吃过，你甚至你也没有用过，然后你去说怎么好，你快来买呀，你那不是就骗人吗？属于是。当然那种头部的网红，人家是有就是选品团队的，对，他是经过一个团队在选。但是小网红的话。东西真是不能信。那你得赚，人家得赚钱呀。你站在他的角度上，那他就是想赚钱，那没毛病。那他就只能干这种。你没有大知名度的时候，你接的东西都是那些大网红不愿意接的东西，头部网红、顶级网红不愿意接的东西。又想到一件事哈，我刚才忘说了，就说到我们选这个 YouTube 平台，我的主力是在这个 YouTube。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第一，它是流量变现；第二，我觉得 YouTube 它是属于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平台，就是你要是比如说，不管是你坚持啊，或者是你有才华呀什么的，你就有可能会有回报。但是像抖音，它就有暴力起号啊，就是你可以花钱给自己买。对，比如说我连续3天发视频，然后我每个视频里边投，比如说抖加投就是流量，就是它是真的就会把你的视频分散给就是这些就是刷视频的人。你投的可以自己花钱买给自己买流量的。对，
而且这个是真流量啊，就是暴力起号的流量，就是还是一个你有投入嘛。对，就是你比如就怎么说，这平台还是要赚你的钱的。有经纪公司经营你，然后经纪公司会给你花钱，就跟你经营一个艺人不是一样吗？韩国你说练习生，我不都要先培训你，我给你买衣服，我给你去造型，我给你去整容。所以现在平台就是赚观众的钱，赚博主的钱。对。然后现在就这个整个大环境其实就很难再赚钱了。这叫网红经济。说到那个 YouTube， 你刚才说就是你怎么能长期发展的问题。我觉得 YouTube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跟观众沟通。我觉得好像看 YouTube 人比看其他那种就是什么平台的人，可能稍微会好一些。因为这个是我切身体验，这不是我说，我和任伟都这么觉得。就是 YouTube 的观众的确是就是素质高，没有你看留言就能看出来素质啊，还有就是说话呀什么的，一看就是文化水平和素质都相对来说高很多人写一大长串话，那个他是就你去打字，你也得花时间，你也得花脑子去想啊，是不是？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想尽量的去回复大家的留言，因为每个人给我的留言，他都是要花时间去打出来的，都是好长一段。然后不管是就是认可我的啊，或者是建议我的啊，或者什么，人家都是花费了时间去打了这个，不像有些平台就是三两个字就能把你气够呛。我跟你说啊，其实咱们说到这个留言这个事儿，就是酸民这两个字是我去年知道的。你以前听过酸民两个字吗？你也不懂吧？这好像是台湾的说法吧？对，那天我还特别 Google 我查了一下，什么叫酸民？就是酸民说的是说他对某件事情发表尖酸刻薄的言论，而不在乎这个他发表这个言论的对与错。键盘侠嘛，就是对，就是这部分叫酸民。但是呢，我跟你说，其实我每天我挺喜欢看你下面的所有留言的，我一点都不排斥酸民这两个字儿。为什么我不排斥？当然，咱们排除一些这种恶意评论啊，就属于那种特别超级黑粉，就是我连看都没看，我就是想骂你一句，这种人咱把他排出去。但我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发表一个他认为就是他不认可你的观点的这个评论，我觉得他没有错。那比如说这部分评论，就是咱们就说差评嘛，差评当发第一条的时候，如果说大家都没有人理他，那可能发这一条你可能就不在意。但是他当发第一条的时候，底下人夸夸夸夸夸，可能跟了10条都是不好的评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这发第一条的这个所谓把它称为酸民或者把它称为黑粉的，就不是他的问题了。那我觉得你就应该从你自身去找问题，是你哪个点能触发这么多人去给你发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每个人发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嘛，他都是经过思考，经过一个大脑去发表言论的一个人，他不是说每个人天天的，比如说10个人都说你这个东西不好，那10个人你不能说10个人都是坏人吧？但是你要这么想，就有很多的博主是这样认为，黑粉也是粉，然后你给我比如说1条黑粉在底下留言，底下100条的话，这也是在给我增加热度啊。不是给你增加热度是没问题，但当有100条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想想你到底是哪一点不好，你触发这么多人去发表对你说不好。每一条留言，我认为你的每一条留言都是你在成长道路上你的一个老师，就他会让你成长。我跟你讲，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开心麻花这个团队，就是沈腾啊什么马丽这个团队，他们为什么后来做了那么多就是很成功很有商业价值的票房很高的电影，是因为当时他们每一个作品他们都是在小舞台去打磨。那话剧他们是让每一个看的人来提意见，每一个看的人说你看到这个点这个包袱你笑不笑，他们会让每个人去提意见，每个人去发表意见，他们在所有的人这些意见当中在磨合自己的东西，后来发展成一个电影，所以他才能火爆，他才能成功。你包括现在的脱口秀，他也是现在他写了一个脱口秀作品以后，他现在小剧场去来演，看看观众的反应。大家搞笑是最难的，对，搞笑喜剧是最难的。让你笑分2种，一种是让你真的发自内心的笑，这是让你成功的笑；还有一种是隔着你笑。但是这种隔着你的笑，你就没有生命力嘛？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嘲笑，
对，就让别人嘲笑你就自黑自己吧，自黑，把自己的窘迫、自己的自黑，然后自己的无知扩大化表现出来，让大家嘲笑你。但这种笑不能长久啊，就它只是就像说一笑而过，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有观众的这些评论，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要忽视观众的评论。我跟你讲，你看相声界总说一句话，说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要从事这个行当，你的观众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所以我很重视大家的留言呀，但是呢，的确我也是遇到过骂我什么426还是462啊？462是什么意思啊？还是426，我也是。就死大陆人，直接就给我来了个426啊，还是462，我忘了。我还特意去查了，我一查，怎么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我说这不，这种就是属于是仇恨言论，就是这个就是我都不在乎。这个就不叫一个正经言论。对，就说回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你成名了，成了网红了，或者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了。这个分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众越来越多，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就有点慌，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你说话注意点，因为你每说的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这个2个人，而且你还没红呢，关键是。对，但是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更多人关注到了的话，你说话就要很注意了。我之前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山竹，它是白色的，比如说我就说了一个这个，但是我说，比如说我的家乡的山竹是黄色的，就比如说这样哈，然后呢，就有人就会去再给别人说他说他们家山竹是黄色的，因为他们家的水是用海水浇的，然后造成了这个品种，然后这个品种呢，它的味道不是甜的，是酸的，就。发挥了，就我说了一句话，他会发挥出10条来，但是其实这得有第一句话是我说的，不是你的本意啊，其他的话都不是我说的，就只有第一句话是我说的，所以我就觉得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点。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当你不红的时候，你不是公众人物的时候，你正常你跟朋友聊天，你怎么胡说八道，怎么说都没事，怎么扯淡都没事。当你一旦你红了，你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大家就会用放大镜来看你的。你的每一句话，大家会给你放大；你说的每一句话，大家会想说，你是不是还隐含着10个意思呢？你没说出来。还好我还没那么红，还好我现在还可以随便说话。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买的迷你圣女果，特别小，它就叫迷你圣女果。你可以自己定一个目标，你100万订阅，这就是你的目标。我这辈子都不可能100万订阅。你不要这么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你不要，千万不要这么说。去年的今天。你才多少个订阅啊？你拍了一个视频，你说你成为万元户了，你1万个订阅了，是去年9月份，记不记得？那你现在今年9月份了，你现在已经是马上快到10万了，你是从1万翻到10万，你是翻了10倍啊。那从10万翻到100万，还是翻10倍啊。但是我现在1年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态现在有的时候会被流量所绑架了，有的时候会被流量所困扰了。我觉得你被流量困扰、被流量绑架，这不是坏事儿，这是让你成长的一个动力。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正向的成长就是慢，但是就像有一些博主他反向的成长，人家就是快。不，我觉得还是说到分际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什么事儿，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看你节目的观众。我觉得你能做到这2点。像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我的认知里边我认为的东西。每个人的认知知道的方面啊，更加丰富一些。会员影片就是咱们自己人，咱们聊聊天啊，就是讨论一下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啊。下一期富贵想讲什么？娱乐圈吗？娱乐圈。哎，最近你看那个新闻啊，就是有个叫于适，你知道吗？那是假的吧？不是吗？他睡了4个，他同时睡了4个人 ，at the same time。所以我今天准备把他灌醉，让他酒后吐真言。以前的演员叫戏子，戏子，就戏子跟婊子是化为同类的，是一样的。不能说几个字的，叫什么？你不能说几个字的，不能说。然后就带过来了，你说后不后悔？爆火了，后不后悔？没有什么后悔的，真的这有什么后悔的呀？
你现在想想，直跺脚后跟，直拍大腿，早知道当年那也不用。你看你当时要是妥协了，现在就能给大家讲讲一些细节了。导演就开始乱来了，被人惯的就那些臭毛病。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逆反心理？因为演员副导演这个职位本身其实不高，像我们说行话，他就是个拉皮条的，就是他对上层，他得哈着导演，他得哈着制片人，他得哈着投资方，他见着他谁都得笑脸相迎，跟奴才似的。然后我就给他来一句，我说你不要把中国那些剧组里的臭毛病带到咱们家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他说了这么一句。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血文化并不是对女性的一个歧视。老实说，老娘要是有钱了，我养他10个小狼狗啊，是不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对面子的这个理解，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内心越强大的人越不要面子，内心越脆弱的人越要面子。鲁迅说呢，这个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它就像晚清的时候的那个辫子，你只要揪着辫子，他的身子就跟着你走。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要面子，但我们小时候不是比谁家有钱，我们是比谁厉害。哪方面？在这条胡同里边，我说话好使，我说话管用，没人敢欺负我，这就是面子。重不重要？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你曾经为了要面子干过什么蠢事儿？